求函数的定义呢，通常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它是位置的要求，比如说含有 x 的代数式出现在分母，要求分母是不等于0的，或者含有 x 的代数式呢出现在偶次根号下，偶次根号下被开放数，要求是大于等于0的。那么这一类啊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类呢是根据函数之间的关系求定义，它就稍稍有点难度了，一定要搞清函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那么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函数之间的关系啊。首先大家看一个函数 f(x) 它等于 2x 加1，这是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一次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它的自变量呢，取值范围在这种式子下它没有任何限制， x 是可以属于r 的，它可以取任何实数。那么当我去给 x 赋值的时候，我就会得到相应的 y 值。比如说 x 取1，我就得到2乘1加1，它得到一个函数值。x 要是取 a 呢，带到这里来等于 2a 加1， a 是一个常量，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常数，它呢也相当于是一个值。如果 x 取 a 加1呢，它就变成2倍的 a 加1再加1 2a 加3，它依然是个函数的值。x 取 a 加1这个值跟它所对应的 y 值就是 2a 加3，因为 a 是个常量嘛，我们就把 2a 加3看成一个常数。可是我的 x 可以取任意的实数啊，那么 x 它可以取 x 减1这样的代数式，因为我这个代数式它也是代表实数的代表一个不确定的实数，那么它既然取全体实数，它就可以取依然含有 x 的这个代数式。那么这个时候我得到的就是2倍的 x 减1再加1，展开整理之后就得到 2x 减2再加1 2x 减1。那么很显然我这个式子当中含有 x， 它是个变量。它既然是个变量那我得到的这个它就不是值，我得到的这个式子它其实就是一个新函数。那么这个函数，大家看到括号里是 x 减1它前面是 f， 这是个法则。这个新函数是由原来的这个函数得来的，是因为原来的这个函数它的自变量 x 可以随便的取值，取任何实数，而我这个依然含有变量 x 的代数式，它就可以代表任意的一个实数，所以这个 x 就可以取这个代数式，得到了依然含有变量 x 的式子，所以它是一个新函数。那么这个函数谁是自变量呢？如果我看它不舒服，我索性就把它写成 y 等于 2x 减1的样子。当然这个 x 它是自变量，代数式是不能够做自变量的。x 减1这个代数式它是不可以做自变量的，只有这个 x 它才可以在它取值的范围内随便取值，它才是自变量。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就把它称为原函数，而这个函数呢和它有关，是由它取了这个依然含有变量的代数式得来的新函数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就要问了，说老师，那你原来的这个 x 和这个代数式和这个 x 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个 x 是不是一样的呀？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x 取1的时候，我先知道函数的解析式， x 要取值，当它取1的时候，这个取
我们就用等号来表示。x 取1就表达成 x 等于1的时候相应的y值。x 取 a 呢，这就是 x 等于 a 的时候跟它所对应的y值。x 取 a 加1呢， x 就等于 a 加1跟它所对应的y值。取用等号来表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 x 取了依然含有变量的代数式，我才得到了这个新函数。好，那么这两个 x 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级别不一样。这个 x 我写的稍稍大了一点它是代表整个这个代数式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它俩也一样，为啥呀？因为你是质变量，我也是质变量，我们都是质变量，但是级别不一样。现在的这个 x， 这个 x 代表整个代数式，这就是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原函数，一个是由它得来的函数。同学们要想这个两个函数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过关，你才能够正确的求出我说的那个第二种类型的求定域。好了，这个呢函数间的关系我先给大家解释到这儿。同学们来看一看这个题，你看若函数 f(x) 的定域是 x 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我一看标准的函数永远都是 f(x) 的样子，标准的函数永远都是 f(x) 的样子。括号里如果不是 x 了，是1，那就说明 x 取1了。括号里是 a， 那就说明 x 取 a。括号里是 a 加1，说明 x 取 a 加1。括号里是 x 减1，说明你这个 x 取了 x 减1这个代数式。标准的函数，原函数根儿一定是 f(x) 的样子。好，那么这个函数显然这个 x 是质变量，它的定域呢是取正负1之间的值。要求这个函数的定义域，首先我们就知道我要求的这个函数谁是质变量因为定义域永远是质变量的取值范围。谁是质变量呢？代数式永远不能做质变量，只有这个 x 它是质变量。那我没有解析式我不像刚才我有解析式，我可以观察我含有 x 的代数式有没有在二次根号下、偶次根号下有没有在分母上，它都没有解析式。那么这两个函数有关系吗？有你看它的法则是 f， 它的法则是 f， 这就说明它这里边的质变量 x 取了这样一个代数式，得到了新函数。那我不需要知道它的解析式是什么，我找到它俩的关系了。x 它取-1和正1之间的值，既然你取这个代数式了，那就说明我的这个代数式一定是落在它要求取值的范围内，然后我再进一步解出这个小小的 x， 把1往两边一项，大于等于-2，小于等于0。这个小小的 x 就是它。那么函数永远是以 x 为质变量，所以它的定域就是这个小小的 x 的范围，我们就找到了。那说老师 f(x 减1) 它到底起个什么作用呢？它就是 y 的意思，你看它不舒服，你就把它写成 y。那如果把它露出来，它唯一起的作用就是它和这个函数有关系。这个函数的质变量 x 取了这个代数式才得到的这个新函数，它和它是有密切关系的。除此之外，我们就把它看成 y 等于 2x 减1。
就足够了。好，两个函数间的关系搞清楚，我们才能够通过原函数的定义找到新函数的定义。当然，也可以通过新函数的定义反过来找到原函数的定义。好，下节课呢，我继续深入的给大家讲函数之间的关系求定义。